我的世界就不完整。于龙深夜的温柔告白，杨咩咩暖心回应曝光。命中注定的那一眼，深夜，城市依旧灯火辉煌，像是一场不愿谢幕的梦。高楼的灯影斑驳如星辰，于龙倚在阳台，目光穿透夜色，落在客厅里那个身影上。杨咩咩正窝在沙发上看剧，穿着宽松的家居服，头发随意披散，脸上没化妆，却美得不可方物。那一刻，他仿佛又看见了第一次遇见他的模样。那是《云上长歌》开机第一天，他刚从配角转为男主，满腔热血却锋芒未敛。而他已是众人瞩目的当红花旦，气场十足，冷静高贵。他们第一次对话甚至有点针锋相对，他说他表演浮夸，他说他自以为是。可命运就是这么神奇，从那天起，两条轨迹悄然靠近，彼此交错。他当时并不知道，这个女孩会成为他生命中最不能割舍的光。那一夜，他成了他的英雄。第21集拍摄夜，山城骤雨倾盆，杨咩咩发着高烧，却坚持完成武打戏。导演喊卡那一瞬，他几乎站立不稳。于龙毫不犹豫冲上去，脱下外套，抱起他往车上跑。雨打在他背上，像无数个无声的呐喊，但他没有回头，只怕他多淋一秒。他在医院醒来时，他正趴在床边，脸上疲惫不堪，衣服早已湿透。他守了一夜，一句话都没说，却说尽了所有的深情。那一刻，他的心塌了。他不是英雄，但他是我命中的拯救者。恋情曝光后，风雨随行，热搜炸裂，舆论汹涌。有人说他恋爱脑，有人骂他蹭热度。他的代言被撤，他的剧集被恶意打一星。网络就像一把刀，割裂了他们之间最初的纯粹。两人一度冷战，彼此拉扯，像两个在风暴中找不到方向的孩子。直到某夜，他偷偷去看他发布会。车窗后，他在人群中发现他，毫不犹豫跑来，一膝跪地。咩咩，如果你走不动，我就背你走；如果你不想走，我就陪你停。那晚，他们聊了4个小时，什么都没解释，但眼泪洗净了隔阂，心与心再次靠近。爱是行动，不是誓言。爱情不是在朋友圈里晒出来的承诺，而是风雨来临时，愿意默默站在你身边的人。于龙住院那段时间，情绪低落到谷底。他不是不坚强，只是在面对梦想受挫和身体剧痛的双重打击时，他像个迷路的孩子，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重新站起来。但杨咩咩来了，没有鲜花，也没有热烈的宣誓，他只是一如既往地坐在他床边，给他削苹果，读他爱听的小说，甚至陪他练复健。每一次疼得他咬牙，他就在一旁安慰，别怕，我在。那种坚定是穿越脆弱后留下的爱，不是激情，而是责任，不是崇拜，而是选择。他不是要成为他的拯救者，只是想成为他可以依靠的人。在爱情里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爱人低谷的模样，而他做到了。真正的爱，不是只爱你风光时的样子，而是即便你跌落尘埃，也有人温柔地为你抹去灰尘，说你还是我心中最重要的人。最美的爱情，藏在烟火日常。或许每段爱情的高潮过后，都会归于平淡，但这份平淡，恰恰是最不易维系的。很多人都以为，爱情需要不断制造浪漫才能维持热度，其实真正长久的是在最日常的瞬间，彼此依旧看见对方眼中的光。他们一起去菜市场，讨论西红柿是不是涨价了，他在厨房炒菜，他在一旁刷碗，偶尔互相打趣。那种琐碎的小事中藏着的是我们2个字。他们学会了如何在柴米油盐里找回爱情的温度，而不是让现实磨平所有的情感。当杨咩咩试镜失败时，他的自尊、脆弱、委屈都像积雨云一样压在心头。于龙不说安慰话，是因为他明白此时最动听的不是你很棒，而是那一碗熟悉的番茄鸡蛋面，热腾腾的，是家的味道，是他在用行动说你不需要在我面前坚强。爱情的答案从来不是我爱你3个字，而是每一天都愿意与你重复一遍这份选择，我依然愿意和你在一起。深夜阳台，那句真情告白震撼人心。有些话不需要排练，也无需背景音乐，只要在对的时刻，由对的人说出，
便足以击中心灵最深处。那天深夜，风轻灯暖，鱼龙从背后拥住他，轻声说出那句没有你，我的世界就不完整。那不是一句浪漫桥段，而是一种痛过、苦过之后的领悟。每一对真正走过风雨的恋人都会明白一个道理，激情中会褪去，只有懂你、疼你的人才能陪你走到底。他说那句话时的语气不是激动，而是笃定。那种坚定是经过一次次争吵、失望再修补后的珍贵情感。而他的回应也同样深刻，没有你，我的生活会变得很无趣。这不是依赖，而是一种成熟的依恋。他可以独立，但他选择依靠；他能自己撑住世界，但更愿意与你分担风雨。爱情最打动人心的地方，不在于惊天动地，而是在漫长人生中，有一个人真诚地告诉你，我需要你，而你也刚好需要我。爱在岁月的缝隙中生根。有人说，时间是爱情的敌人，长久后激情消退，热度褪色。但鱼龙和杨咩咩用行动告诉我们，时间其实是爱情最好的养分。他们没有每日热吻，也没有无休止的宝贝我爱你，但他们学会了另一种爱的表达，日常的关心，细节的照顾，习惯中的默契。他习惯晚上给他泡脚，他习惯为他准备早上的蜂蜜水。这些微不足道的举动堆叠起来，就是深深的爱意。他们分隔两地时，也不会每天视频黏腻，而是保持各自节奏，尊重彼此的事业，却从未在心里疏远半分。他说，我拍完这场戏，就飞回来给你过生日。他会提醒他，戴围巾，别又感冒。那是爱情的高阶模式，我不需要你时时刻刻陪着我，但你在的地方，就是我最想去的方向。有多少情侣败在了生活的平淡中，而他们却在这平淡里把爱情过成了诗。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，但如果你遇到了那个愿意陪你慢慢老去的人，请好好珍惜，因为那是命运最温柔的馈赠。写在故事的最后，每一段动人的爱情都不是轰轰烈烈开始，而是在细水长流中被铭记。他们也曾争吵，也曾动摇，但每一次选择留下，每一次原谅，都是把我爱你写在生活的角落。鱼龙说，从你走进我生命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开始了这段旅程，现在只是让世界知道，你是我命中注定的人。如果你也曾在某个深夜，因一个人而心跳如雷，请相信，这世上真的有一种爱情，不炫耀，不高调，却足以穿越所有风雨，走向光明。感谢观看。如果你也被这个真实而温柔的故事感动，请在评论区写下你最想说的一句话，也许你的一句我还在，就是某人等待的回应。别忘了点赞、留言，并点击订阅，我们将继续带来更多真实而动人的爱情故事。也许下一个让你感动的瞬间，就藏在你点下关注的那一刻。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